美国在乌克兰设下阿富汗式的陷阱，就等着普京往里跳。俄军若再攻基辅，很有可能会被拖垮。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恒 Talk。今天我们来谈谈俄乌冲突将进入第2个年头，为了打破焦灼态势，俄军不仅正在积极围攻孤立的乌东巴赫穆特，还试图从扎波罗热方向取得突破。但从整体局势来看，即便俄军夺取了巴赫穆特，并在扎波罗热方向取得巨大进展，也不过是对伊久姆和赫尔松实力的弥补。乌军接下来依靠广袤的国土纵深，仍然可以在西方的帮助下层层抵抗。很多人都认为为了调动牵制乌军兵力，俄军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阵线，甚至重新调整进攻方向，进攻乌克兰政治中心，才有望在短期内结束战斗。这不免令人回想起在特别军事行动初期，俄军曾试图通过空地协同，以闪电战的方式夺取乌克兰的国家心脏基辅，进而快速结束军事行动。当时由于兵力不足，协调进攻不利，俄军对基辅的攻势最终以失败告终了。如今俄军经过部分动员，前线兵力加上乌东民兵和瓦格纳部队，保守估计超过了20万，甚至已经达到25万左右。再加上俄罗斯新年的征兵计划，在可预见的未来，俄军前线和后备兵员不足的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那么，俄罗斯新年是否会选择在乌克兰北部开辟新战线，再次向基辅进攻呢？首先，必须要认清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致力于在乌克兰设下新的阿富汗式陷阱，即通过大量援助高性价比的非对称作战装备以及可以支持反攻的必要武器，持续消耗俄军的作战力量，给俄罗斯国家放血。俄罗斯对此应该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最近几个月，俄罗斯开始改变打法，在最激烈的巴赫穆特绞肉机，俄军和瓦格纳部队每日向这个仅7万人的小镇发射数万枚炮弹，目的就是尽可能降低在进攻过程中的人员伤亡。其次，作为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拥有200多万的人口，想要包围和强攻占领这种级别的大城市，俄军所要付出的兵力和军备物资，应该远非目前的兵力和军备规模能够完成的，并且作为乌克兰的国家象征乌军的抵抗意志恐怕也会史无前例的顽强。美国和北约也不会袖手旁观，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规模恐怕也会大幅度增加。所以说对于俄军来说，要再攻基辅，就等于跳入西方挖下的阿富汗式陷阱。届时俄军不仅要面临海量的战争消耗，乌东和乌南防线恐怕也会因为兵力不足，让乌军获得可乘之机。之前的乌东和赫尔松战略撤退已经让全世界看了笑话，可以说普京政府已经不能再出现重大失败了，否则退市以及分裂恐怖主义很有可能重新袭来，俄罗斯甚至会直接垮掉。所以对于俄军而言，在乌东慢悠悠的包饺子才是最稳妥的路线，而贪多必失，过犹不及。至少从长期来看，苏联留下的底蕴足以支持俄军维持这种级别的低烈度战争消耗，而乌克兰的战争潜力正在不断下降，有利于俄军的转机到来只是时间问题。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网友们关注并在留言区讨论，我们下期再见。